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日本人 Japanese. Okay. Be quiet, or I will kill you. Okay. Someone will pick me up under there. If I don't show up, they will call the police. Come with me. No! Relax. And now, you have to stay with me. I will let you go. Get out. Stay here. You have to remember what I say, okay? Let me go, please. Sure. Come with me. Go. Come with me. Relax. Are they waiting for you? Forget everything. Don't let me down, okay? Go. 小心小心，麻烦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こんにちは。はい、こんにちは。老吴，事情进展的都顺利吧？徐伯君这2天对我盯得越发紧了，我去哪儿都派人跟着我。我说今天到码头来接我的外甥，才甩掉了盯梢的人。老吴，我怎么觉着你在占我便宜呢？没办法呀，他一直在揪着我的把柄，想让他的心腹取代我。我吴相应的死活，可就靠你谭家军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一个人进城，所有的家当都在你身上，我是真把你当自己人。当年你在战场上救了我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知情重义的人。你肯跟我，就算瞧得起我。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饿不死你。
哎，少帅，那你那些兵都在城外布好了，放心，他们靠谱得很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跟你出来那个女的是谁呀？你还记得徐曼吗？她当了叛徒，我在处理她的时候被那个姑娘撞见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她给……小心小心，麻烦让一让。她能听懂中文，糟了，追！家里的司机怎么还没来？没看出来，你还挺聪明。别装了，老实点儿。别动！别碰！这位先生，我只是回过来安葬我母亲的，我保证绝不会乱说话。穆婉清，你差点把我骗了。我还以为你是个日本人，不碍事儿。你要干嘛？就得委屈你，这段时间跟我靠在一起，防止你捣乱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少帅，我看还是一枪把他给毙了，扔江里算了。哎，老吴，把枪放下。这不多一外甥媳妇儿吗？算了吧。还是少帅懂得怜香惜玉啊。好吧，老实点儿。路小心点好吧？真是的，妈，哎，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？和关爱哥哥般配吗？哎呀，阿内啊，你呀，不要整天张口闭口都是光耀。我们也是名媛小姐啊，矜持一点好吧？妈，我再矜持，这关爱哥哥可要被别人抢走了。这次徐都京来上海呀，是有求侬爸爸的，侬同光耀的师弟呀，板上钉钉呀。真的呀？老吴，先回去吧。上海防守司令部预留的房间。那这位女士的呢？我是吴司令的外甥，这位是我的妻子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核实。啊，那就不必了。这是您的钥匙，房间在4层。多谢。走吧。
军府的人。少帅，这边。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昨天晚上咱就不能玩那么邪乎，你不听，这钥匙丢了，这怎么办？丢不丢人？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二位见笑了。你找死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下意识按的电梯。走。进来。走开！你要干嘛？是我问你才对吧？从下船到现在，我一直在配合你。你要我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陪你演这种戏吗？我脸皮也没有那么厚啊。小嘴还挺能说，确实怪我，假的真不了，这假老婆肯定不能跟我一条心。要想解决问题，那就得来真的。你要干嘛？走开！我陪你玩点邪乎的。占我便宜，你想得美！不想死，就乖乖待着。少帅，听说督军正准备在晚会上提你跟婉婷小姐的婚事，恭喜少帅抱得美人归。少帅，您是不是还惦记着小时候那个要好的婉清小姐啊？小心啊！不好了，夫人，怎么啦？没有接到婉清小姐。在老爷回来之前，一定要找到她，晓得吧？是。哎，真是，不就晚到一会儿吗？码头上等等就好了呀。喂，舅舅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晚上一起喝一杯。哦，好，那个晚上我们见面，好好聊一聊。那就6点，鸿宾楼见。好。
是不是还惦记着小时候那个要好的婉清小姐啊？不要动，保护少帅。少帅，光耀哥哥。 婉清，光耀哥，真的是你？这简直像做梦一样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上海，好久不见。10年了，你都长成大姑娘了，你怎么都不给我写信呢？ 刚才电梯里那个，是你丈夫？他不是我丈夫，是他绑架的我。绑架？少帅，人已经跑了，整个酒店搜过也找不到。跑得够快的。婉清，那个人为什么要绑你？我和他是一艘船来上海的，我在船上看到他杀了人，他就把我给绑了。杀人？嗯。 他是什么身份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来接他的人都喊他少帅，可能是个军人。光耀哥。 光耀来啦！穆夫人，你是谁啊？光耀啊！婉清小姐，有劳你们2位出来迎接，光耀真是荣幸之至。侬客气了呀，侬是贵客呀，应该的。不过，这位小姐是……好久不见。 我是穆婉清。你是婉清？真的是你吗？居然是你呀，婉清！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咱们家的司机啊，太不会做事情了，我让他去接你，居然把你接丢了。 好在光耀把你送回来了，阿弥陀佛，下动啊，光耀。没事的，多谢崔姨惦记。什么崔姨啊？我妈现在可是穆公馆的夫人，你得叫夫人。没关系啦，叫什么都可以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啊，对了呀，你们2个人。 怎么会在一起的呀，光耀？这可能1、2句话说不清楚，请夫人先把婉清小姐安置下来吧，她这一路也累了。好呀，好呀。徐成，把箱子给婉清小姐。是。
小翠，赶紧帮大小姐把行李拿上去。没事，我帮婉清小姐提上去就行。请问房间怎么走？我带你们过去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光耀哥哥，妈，先别慌，问清楚再说。你光耀哥哥从小就心眼好，跟他又是旧相识，对他只是可怜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罢了。请。这边。哒哒哒。哒哒哒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我的箱子给我吧。我先帮你送上去。我自己来吧，这里这么多人看到也不好。没事，我来帮你送上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你的箱子。婉清小姐，这就是您的房间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锁被撬开了。这是那个男人的箱子。少帅，看来绑你那个人身份确实不同寻常。有夹层。姐姐，这是妈妈为你准备的衣服和头饰，舞会马上开始了，你赶紧梳洗一下。光耀哥哥，徐伯伯马上到了，我们下去一起去接一下吧，正好也让姐姐梳洗一下。好，我先跟你下去。先换洗吧。光耀哥哥，我今天穿得漂亮吗？很适合你。婉婷小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我去那边等你。少帅，今晚盯紧点，台前机灵的，场内场外随时听令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感觉要出事。哎，冷静冷静，各位冷静，各位小姐冷静啊，冷静啊！各位小姐冷静一下，不要激动啊！大家不要激动，各位小姐冷静啊！冷静一下，各位小姐，不要激动。裴少帅，少帅，少帅。哎呀，裴少帅、苏少帅，真是的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出去迎接你们呀。夫人是长辈，怎好冒犯？况且我们刚从百乐门那边过来，也没带随从。夫人，光耀可来了。他早就到了，刚刚还同婉婷一起招呼客人呢。夫人不必费心招待我们，我们自便就是。好呀，好呀，慢慢玩啊！好好玩，朱师长。裴少帅，重等女中，谭桑榆。
这是？我今天来呢，就是跟你打个招呼，顺便通知你个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韩桑榆要追你，配少君。什么？伤风败俗？你是个女孩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要追他？那怎么了？我可是新时代女性，思想自由。关耀，关耀，叫你喝酒你不来，自己提前跑来陪穆小姐说话，好兴致啊！口舌轻薄，关耀必是有正事的。我猜也是，他向来这么稳重，怎么会看上那个刁蛮张扬的穆家小姐？看你神色不对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少帅，督军快到了，我们去迎接吧。督军好！哈哈哈哈哈！穆公，督军，别来无恙啊！督军莅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穆公过谦了，穆公才是上海第一大亨啊！以后咱们成了亲家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还望穆公多多关照。督军说笑了，我一个生意人，哪敢关照督军府啊？该是督军庇护我们才是。哈哈，二位贤侄也来了。你们跟光耀既是同窗又是发小，今天借穆公的宝地，你们兄弟三个好好聚聚。师伯，外面风大，我们进去聊吧。请。徐伯伯。光耀哥哥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战报。报告。司令战报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这么高、短发、很可爱的女学生？没有，小姐。哦，谢谢。老裴，这光耀都被拉去应酬了，你别只光顾着自己喝呀。走，咱俩转转去。你想去就去，别带上我。别呀，难得能碰见这么多漂亮姑娘，不能浪费这大好时光呀。哎。
哪个不长眼？抱歉。哎呦，是我不长眼。这是天女下凡了。哎，被人撞傻了。收敛一点儿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老裴，快，你快帮我找一下，我丢了个东西。你丢什么东西了？我刚才第一眼见他的时候，我的魂儿丢了。怎么样？我说过我们不会输。哎，这三营啊，有个叛徒，差点就给督军府发报，好在营长发现及时，要不然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上海滩能者居之，所以啊，老天都在帮我们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险啊？是不是就没你怕的事儿？你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？我可是准备了整整10年。是。哎，我谭家军的弟兄们终于有了安身之地。为了今晚的胜利，干一杯！啊，这徐伯钧啊，现在还在木公馆参加舞会，为他的5省联军筹款呢。他可万万想不到，这上海啊，马上就要变天了。走吧，我们也尽尽地主之谊。走。居然是上海的布防图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历？上海属越城督军府管辖，我们在徐督军的庇护下，上海才有了一方平安，我们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生意。我建议，我们代表上海工商界，敬徐督军一杯。伯钧兄，哈哈哈哈哈！各位，木工所言不尽然，其实是我徐伯钧离不开上海工商界的支持。今日前来，一是为了答谢各位多年来对我徐某人的厚爱，二是我与木工10几年来相互扶持，彼此情谊深厚。如今两家儿女已经长大成人，我希望这份情谊能在晚辈身上延续下去。我先干为敬。好，来，干！好。现在我宣布，今晚的舞会开始。下面请各位把舞池让给我们的一对璧人，徐少帅、穆小姐。好啊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
该邀请的是婉婷。这样说话方便。但是我不太会。没关系，我带着你。别耍小孩子脾气，客人都在呢。可是明明跳舞的人应该是我呀。行了你。里面是什么？是一张上海的城防图。城防图？确定？我确定。木工，这位小姐是？啊，我跟我前妻的女儿婉清，刚从日本回来。都长这么大了，若不是当年罗督军，两位督军莅临寒舍，战火硝烟的事儿我们就不谈了啊。木工，伯爵兄，这个成立五省联军共同抗敌之事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两位督军谈的是军务。穆某不懂，我先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。这个木工啊，没等咱们张口就走了。他心知肚明，军饷的事情我们有求于他。他这种态度是表明了不想掏钱呐。依我看，不如今天晚上将他一军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推选出联军总司令。我在日本的时候辅修了建筑学，那个上面有等高线地形图，还有上海周边的军事标识，并且连桥梁、道路的宽窄都记录得很详细，很明显是一张军用地图。但是跟普通军用地图不一样的是，每一个标识后面都有驻军人数，还有一些箭头，我猜是进攻方向。糟了，你是不是知道那人是谁了？我妈妈的骨灰还在那儿。我答应你，一定把你妈妈的骨灰找回来。你等我一下。诸位，听我裴某人说两句。今天诸位嘉宾齐聚幕府，共襄盛举，感谢木工盛情款待。我还想提醒一下诸位，前方激烈的战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革命军不可小觑，如果我们华东五省再不联手，任由革命军摧城拔寨的话，接下来将要倒霉的，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了。既然今天各镇守使、各司令都在场，我们可以借由木工的宝地，推举华东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人选。这个提议不错，是啊，是不错啊。我裴某人首先推举的是越城督军徐伯钧。诸位有异议吗？看来由徐伯钧担任联军总司令是众望所归。对，好，弟兄，行，鼓掌。好。如果都没有异议的话，我裴某人现在就可以宣布了：华东五省联军总司令由越城督军徐伯钧担任。我反对。
是什么人？知道私闯木公馆的舞会是什么下场吗？我是谭家军少帅谭玄林，江城镇守使谭子尧是我的父亲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谭子尧的遗孤啊！啊，应该不会有人邀请你参加木公馆的舞会吧？我的父亲曾经是江城司令，我叔叔谭子杰现在仍然镇守江城。这选联军总司令怎么能少得了我谭家呢？没错，谭家确实是名声在外啊。堂堂镇守使，竟然死在一个马匪的手上，你爹也是头一份啊！谭家马匪出身，这是赶上黑吃黑了，着实可惜。哈，这位小兄弟，大家今天无意冒犯令尊，只是就事论事。不过今天的推举确实与你谭家无关，所以请你马上离开。我们自然不会跟一个孩子计较。徐督军，可别把我当孩子呀！你们谭家的番号10年前就被取消了，你怎么还有脸敢闯到这里来？如果再不识相，我可就要叫人把你轰出去了。我这次来啊，正好趁着大家都在，宣布一个好消息：上海防守司令部已经由我接管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人身安全都由我来保证。你来接管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吴相应人呐！徐督军，别费力气了，我来叫吧。吴相应。吴相应，不好意思，徐督军，现在上海防守司令部只听谭少帅的命令。好啊，谭玄林，你竟然跟我玩阴的，你这是造反！这上海十里洋场本来就是能者居之。你徐伯钧可以，为什么我谭玄林就不行呢？小子，你还懂点礼义廉耻吗？啊！革命军来势汹汹，你居然在这调转枪口对着自己人！哟，裴督军，现在说我是自己人了？怎么样，被小兔崽子咬一口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岂有此理！把他抓起来，我看谁敢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谭玄林，把枪放下！原来是徐督军的公子啊！你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不想取你性命。上海是我徐家的地盘，你让其他宾客先走，不要连累他人。我们的事可以坐下来谈。谭玄林，你这是找死！徐督军，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。这木公馆已经被我包围了，这铁路、公路、码头都由我的部队驻守。就算你们出了木公馆，也出不了上海啊！你给我出来！把枪给我放下，否则我就打死他！关我屁事！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拿枪指着我？别跟我演戏了，她是你妹妹，
我说的没错。姑娘，我什么时候认你做的妹妹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记忆力太差了。你告诉我，我认过你做妹妹吗？对啊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他是谁啊？你抓错人了吧？刚才他进来，你看他的眼神就开始闪躲。你们又都姓谭，还跟我说没关系。反正我数3个数，你要是不把枪放下，我就开枪打死他。姑娘，别怪我不救你，要怪就怪你跟我一样都姓谭。开枪吧！3、2、1，开枪！不要生气。谭玄林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徐督军，只要你和裴督军联合向全国通电，承认我对上海的管制权，我立马放你们出城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，我就是不发通电，你能奈我何？在场每一位的性命都比我谭玄林的值钱，但是，如果我把上海向革命军敞开呢？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督军，还有镇守使们，不就被我一锅端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挟我，没有筹码，怎么谈条件？徐督军，要么你就安安稳稳地做你的联军总司令，把上海让给我，我帮你管着；要么我就向革命军投诚，让你们再上一次战场。怎么样？2选1，选吧。谭少帅，你不过是要上海的管制权，大可不必搞得这么难看。说来听听。谭少帅，其实我很同情你。谭家军10年前被取消了番号，你带着一支无家可归的军队到处流浪，想必吃了不少苦。不如现在让你加入我徐家麾下，我副帅可以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如何？读书人就是巧言令色，但是我不吃这一套，还是刚才的选项2选1，其他的免谈。文清，你要干什么？放了徐少帅，否则我开枪打死你。穆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今天下午在远东饭店，咱们还出双入对的，这晚上就拿枪指着我，真是太令人心寒了。你少胡说，明明是你绑架的我。会玩枪吗？别走火伤了自己。少说废话，我母亲的骨灰盒呢？这样吧，你让他把枪放下，我就带你去取。婉清，别听他的。新欢旧爱，2选1，选我还是选他？谭少帅，我不知道婉清之前跟你有什么过节，但是她的亲生母亲前不久在日本刚刚病逝，她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，叶落归根，所以还请少帅不要做亵渎亡人之事。穆老板，我对尊夫人没有丝毫的不敬，这骨灰我也妥善保存。只要徐督军一发通电，这骨灰我双手奉上。除非如光耀所言，你投给我的麾下，否则绝无可能。通电全国，兹事体大，我也不是不给你们思考的时间。只不过，徐少帅，你得跟我走一趟。等一发通电，我立刻送你回去。慢着！
放了他，我跟你走。文清，文清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爸，我必须去拿回母亲的骨灰盒。这位谭先生，我给你做人质，你不要再为难我们穆家的客人了。妈，这丫头疯了吧？好一对亡命鸳鸯，你倒是给我证明，你比他更合适。我是穆家的长女，又是徐家的儿媳妇，你把我带走是一箭双雕，同时掐住了2家的喉咙，还有谁比我更合适的？徐家的儿媳妇儿，今天徐家来这里，就是来提亲的。刚刚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，是我和徐公子跳的开场舞。好，看来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吴强英，把人带走。姓谭的，带我走，放了穆小姐。带走。你。请吧，穆小姐。徐督军、裴督军，穆小姐的命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希望明天一早能看到通电。小四，给我滚出来！是啊。你竟然骗我们！裴少帅，我的姓名和电话都是真的，有空打给我啊，拜拜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啊！连个黄毛丫头都看不住，你丢不丢人呢？少帅，是我的过错。没说你是吧？你知道你今天差点坏了我的好事。哥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看，今天你给我一个眼神，我立马明白你什么意思了。咱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谭四，这几天他不能出学校。是。哎，哥，不是，哎哥，哥。徐督军，我女儿可是替你儿子做的人质。如果明天早上不发通电，你们不会在我这儿再拿到1分钱的军饷。穆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别忘了，你在上海滩生意做得这么大，如果没有徐督军给你撑腰，你如果没有枪杆子傍身，你就算是富得流油，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一只肥羊罢了。那我就把话说明白。如果我的女儿有个3长2短，就算我是一只肥羊，你们也不可能在我身上再吃到1口肉。哎，别说了，事关他女儿的性命，穆公也是一时情急，现在不是争长论短的时候。父亲啊，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一趟。我想再去劝劝那个姓谭的，现在正是用兵之时，如果能将谭家军招入我们麾下，也是一个好方法。谭子尧死后，谭家军一直靠给各镇守使打仗为生，这种有奶便是娘的雇佣军收到我们麾下，也不会效忠于我。父亲可以不必担心，姓谭的若是真有鱼死网破之心，自己通电全国，宣布占领上海便是。
他既想得到父亲您的承认，就说明他并不想公然与督军府为敌，帮佐晚清，不过是想要个台阶下。少帅，是。你这边也太不讲究了吧？这龙井怎么能用沸水泡？茶味都是苦的。不过饭菜还可以，就是油了点儿，下次送清淡点儿。你当人质当的还挺享受的是吗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你干嘛？你把我妈妈的骨灰还给我。那就要看看你的准公爹徐伯钧什么时候下通电了。你说话别离我这么近，我听得见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你真的要嫁给徐光耀吗？假的。哼，倒是坦诚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替徐光耀做人质？徐少帅之前救过我，我替他算是报恩。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那么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，你为什么同意我替徐少帅？我之前说过了，这么漂亮的女人要跟着我走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那你说的我就会信吗？你来上海，不仅仅是安葬你的母亲，对吧？我抽空拜读了一下，其实你才是穆家真正的大小姐。现在穆公馆的崔夫人，其实是你母亲的陪嫁丫鬟，你的妹妹是你父亲和陪嫁丫鬟的私生女，对吧？只可惜10年前你哥哥惨死，你母亲伤心之下带你远走日本，才让那个陪嫁丫鬟和私生女上位。这事搁谁身上，都会咽不下这口气吧？你少用激将法对我，我回上海就是为了安葬我母亲的。人家那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可你呢？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。你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该怎么过，我都替你发愁啊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。如果徐督军不发通电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夫妻一场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担心我？少帅，徐光耀到了。我今天运气真好，把他带上来。是。徐少帅，请。万青，
没事。徐少帅，不知道你这次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就看谭少帅怎么选了。哦，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跟我谈判了？我要和你单独谈谈。谈拢了，自然是好；谈不拢，你大可绑了我，去要挟我父帅。光耀哥，怎么，我敢来，谭少帅竟不敢谈吗？徐少帅，想谈什么，我洗耳恭听。谈你的前途，有点意思，说来听听。裴督军，来喝茶。哎呀，徐督军，光耀这孩子，如果不是为了救幕府的姑娘，也不必降低身份，亲自登门去和一个马匪的儿子说事儿。这话就不用说了。光耀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，他没有忘记，是我们家晚清替他受的过。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帮我找的前途，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三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，向陆军总部举荐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的特别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帮我找的前途啊，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三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，向陆军总部举荐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徐少帅，我是怕呀。你说我要是凭借一意孤勇占领了这上海，那这在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，这兵权和财权全部交上去，那我这督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，我才能做几天？你信不过我父帅。徐少帅，这话不对啊！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，不也是信不过我吗？你这样以下犯上，我父帅肯承认，还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已经是宽宏大量。你想坐稳这个位子，交权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这么说，我没得选，你只是过来通知我的，并不是跟我商量的，对吗？这事没得商。你若交权，我们让你当这个司令；你若不交，这个司令能当几天，
就全看你个人造化。等革命军退了，我督军府大军回师，到时候要你交的，就不是权，而是命。看来我真没得选了。谭少帅，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？你我各退一步，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体面的方法。你也不想，上海这十里洋场变战场吧？徐少帅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不弄权。这兵权、财权全部都交上去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10年了，不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。这个简单，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脱军装、缴枪、卸甲归田，我保证，督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。好，我同意了约法3章之后，那你又怎么保证你的父亲不会出尔反尔对我下手呢？那我要怎么，你才能信呢？这样，你的父亲在举荐我的同时，也举荐你，出任上海防守司令部的督办，常驻上海，配合我处理上海的防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谭少帅，你是要我当你的人质吗？哎呀，许少帅，我拿你当兄弟。再说了，这上海鱼龙混杂，门道这么多，在咱们司令部，我不得找一个体面的人充充门面，不是吗？我若答应，你便与我约法3章，自然一一照办。好，这个督办我当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，他又加了个条件，让光耀留在上海做他的督办。哦，并且要求我和裴督军联合通电。裴督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那就得看穆公的诚意了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都谈了什么？这个你不必管。总之，事情解决了。谢谢你啊，为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，还冒险去谈判。谁说你是小人物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。不然的话，姓谭的又不是傻子，他怎么能同意你代替我来做人质呢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本来和你跳开场舞的应该是婉婷。我坦白和你说吧，我本无意与婉婷联姻，但时局动荡，长辈们有意，我也不好违背意思。本以为已经板上钉钉的事，却不想你的出现打破了局面。也许这就是天意。我和副帅打过电话了，等通电出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约法3章就像3道紧箍咒，财权兵权上交，你谭家军解散，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这徐伯钧要是秋后算账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呀。哎，老吴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先哄着徐光耀，让他老爹发了通电，
先让我坐上这上海的司令位置再说。咱们现在没权没钱，这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不成？哎，这通电怎么还不来呀？哪有那么着急呀？现在来不来通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，关键要看穆老板肯为他这个女儿出多大价钱了。穆公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好歹也退让一步吧。毕竟你的姑娘现在还在虎穴狼窝之中，你就不心疼吗？督军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啊？不会，我和副帅说得很清楚，现在也许正在拟电文呢。你不要怕，他不放你走，我也绝不离开。只是没有想到10年没有回来，上海竟然乱成这个样子。都是我们军人的错。你可千万别自责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都是穿军装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过，军人的枪不是用来杀人的，而是用来救人的。战场上的流血牺牲，正是为了以战止战，打出一个和平来，给百姓好日子过。没想到这些话你都还记得。小时候不明白，没想到长大以后已经在日本了。怎么小时候我明白，长大却不懂了？不说这个了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这些年我想给你写信，但却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寄。你不会是还惦记着我摔烂你的飞机模型吧？我现在可没有钱赔你。那才不是你摔烂的，是你哥，他当时不行。对不起，文琪，不该提这个。没事啊，我哥那么爱热闹，多一个人记得他，他会很开心的。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在门口守着，有事你随时叫我。我哥要是还活着，也和你一样年纪了。少帅，少帅，是不是通电来了？哦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各省督军啊接到了徐伯钧和裴勋的联合通电，任命你为上海城防司令。这些贺电啊都是早上收到的。哦，对了，陆军总部的委任状。看来穆老板是下了血本了。这门生二字有点碍眼。没事，睡迷糊了。还好吗？二位睡得如何呀？看谭少帅
精神焕发的样子，想必是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吧？当然满意。我一个山沟子里出来的马匪，莫名其妙的成了世家门生，我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呀？谭少帅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谭司令了。到底有些意难平。要说不满意的吧，还是有的。这令尊啊，实在太磨叽了。今天早上才发通牒，我这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好啊，哪比得上少帅您呢？这温香软玉，一夜春宵啊！你胡说什么？谭司令，你我以后还要在司令部共事，彼此还是放尊重一点吧。尊重，当然尊重。但是，这好吃好喝，还有美人入怀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我昨日在门口休息，并未和婉清共处一室，不信，也可以向你的士兵求证。哦，徐少帅，人在门口，心里痒痒吧？谭玄龄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徐少帅啊，开不起玩笑。那咱们走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，给足你们面子。笑话，要你给我们什么面子？哎，面子嘛，谁会嫌多呀？徐督军，感谢徐督军对我的信任与支持，我一定恪守军人天职，履行保境安民的职责，守护上海一方平安。穆公，让您破费了，谭某感激不尽。只要我在上海一天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。谢谢。记住啊，我们的约法3章，我等着看你的行动。好。吴香英，路是你自己选的。希望你不要后悔。督军，我是您的门生，吴副司令自当忠心追随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今天要跟穆公道个歉。我实在不知道婉清小姐是您的爱女，所以多有得罪。等婉清小姐和徐少帅大婚之时，谭某必定大礼奉上。好了，你们两家儿女亲家团圆难得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不过徐少帅，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让你捷足先登了，好福气。哎，什么叫捷足先登？司令，你的箱子。婉清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婉婷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是谁太过分了？明明和你定亲的人应该是我。婉清，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和我抢光耀哥哥？副帅，我们就先进去了。走，停。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！哎，老吴，你刚才看见没有？我说穆婉清和徐光耀婚事的时候，穆家那位小姐脸都气绿了。这穆婉婷啊，和徐光耀青梅竹马，之前传闻他们已经定了亲，现在半路杀出个穆婉清来，他脸色能好看得了？对呀，你不觉得这是一出好戏吗？二女争夫，哼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明白就对了。哎，司令，刚才
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箱子拿回来？老吴，现在我要是把箱子拿回来，那到时候怎么让婉清小姐再登门造访？谭四，先送老吴回司令部，咱们两个出城去看看兄弟们。先让穆婉清那丫头好好享受享受团圆之喜。